如果将地球压缩成一个直径只有几厘米的球体，包括所有繁华的城市、广袤的沙漠、无边的海洋以及全球80亿人，那么地球就会变成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黑洞。黑洞是宇宙中的深渊，一个贪婪的天体陷阱，一旦被其吸引并跨过那无形的界限，就再也无法逃离，仿佛被判了永世监禁，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然而，在黑洞之外，一切都很美好。因此，有人形象地称世界为地狱和天堂的分界线。黑洞究竟通向哪里？这是天文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找到答案或许会揭开宇宙中最深邃的秘密。那么，黑洞会不会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入口？你的心脏剧烈跳动，冷汗浸透全身，恐慌渐渐占据了你的思绪。你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迷宫之中，每一条看似有希望的道路，最终只是将你引入更绝望的深渊。如果你被黑洞那强大的引力捕获，感受到的情景可能会于此如出一辙。然而，要真正理解黑洞，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引力的认知。在学校里，我们学到引力是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作用于两个物体之间。例如，月球围绕地球运行，是因为地球通过引力吸引月球。这是牛顿在17世纪首次提出的引力概念。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家对引力的看法已发生变化。牛顿的引力理论早已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取代。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引力并不是一种吸引力，而是空间弯曲的结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你可以将床单的4个角拉紧，然后把一个较重的球放在中间来代表地球，床单会在中间下沉并形成一个凹陷。接着将一个网球滚动在凹陷的边缘，也就是说，让网球围绕较重的球运动。关键的是，这其中没有涉及到吸引力。较重的球并没有吸引网球，而是网球沿着床单被压出的曲面上自然运动。从外表看，这种现象似乎是引力的拉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拉力，只是一种错觉。物体越重，在空间床单上造成的凹陷就越深。物理学家们将这些凹陷称之为引力井。当大质量恒星死亡时，它们的核心会坍缩，形成极其深邃的引力井。想要从这些深井中逃脱，需要以超光速的速度移动，而据现有的科学认知，这根本不可能。这些无法逃逸的引力井，便是我们更熟知的黑洞。另一种理解黑洞的方式是，它们会将空间结构扭曲到极致，使所有的出口路径实际上都会绕回起点。这就像一个迷宫，使所有看似通往外界的路径只会让你越陷越深。那么，这些路径的尽头究竟是什么？第一个解出广义相对论方程的人是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军队时完成了这一物理难题。不过，爱因斯坦的方程实际上有2种可能的解，每一种解中时间的流向相反。那么，该选择哪一种解呢？物理学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让引力看起来像吸引力的解，毕竟人们观察到的引力表现为吸引物体，而不是将其推开。然而，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否定了另一种解的可能性？黑洞的完全对立面是否存在？试想一下，将一段黑洞吞噬宇宙物质的影片倒放。此时，不是物质被吸入且永远无法逃离，而是被喷射出去且再也无法返回。在这个宏大的宇宙迷宫中，所有路径都会通向外部，而不是深入内部。科学家们将这种时间反转的黑洞称为白洞。天文学家从未观测到白洞，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的真实存在。白洞可能只是数学上的一种巧合，或者说是公式中的漏洞。虽然爱因斯坦的方程允许白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存在。白洞极难被探测到，因为从远距离来看，它们和黑洞几乎没有区别，其周围甚至可能也有一圈物质盘。在黑洞周围，这样的盘状结构是等待被吞噬的物质，而在白洞周围，这个盘可能是等待被喷射出来的物质。
除非你离得足够近，能亲眼目睹物质被吞噬还是被释放，否则很难分辨两者之间的差异。然而，白洞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似乎违背了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法则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根据这一法则，宇宙的混乱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人类自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佳例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身体会老化、起皱和衰退，变得更加混乱。黑洞同样遵循这个法则，它们无情地撕裂恒星，将宇宙变得更加混乱无序。那么白洞呢？如果将黑洞吞噬物质的视频倒放，你会看到混乱被奇迹般的整理干净，分散的碎片重新汇聚，一整颗恒星被喷射出来，宇宙瞬间变得井然有序。白洞就像宇宙版的本杰明·巴顿，以逆时间的方式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认为白洞无法存在于我们宇宙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另一个时间流向相反的宇宙中，白洞可能是可以存在的。更有趣的是，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黑洞和白洞之间可以相互连接。当你从我们的宇宙中进入黑洞后，可能会从另一个宇宙中的白洞喷射出来。这种连接在科学上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不过，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虫洞。虫洞的名字源于一只虫子在苹果顶端面临的抉择。如果虫子想爬到苹果底部，它有两个选择，要么沿着外部绕过去，要么直接钻一条隧道穿过苹果中央。这种捷径就是所谓的虫洞。在天文学中，虫洞有多种类型，其中最早被讨论的是爱因斯坦罗森桥。不过，在你开始幻想通过虫洞穿越到另一个宇宙之前，虫洞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个虫洞如果能够让粒子穿越，则被称为可穿越虫洞。然而，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可穿越虫洞的存在是被禁止的。根据爱因斯坦和罗森的计算，虫洞极不稳定，在任何物质穿越之前会迅速塌陷。但这并未阻止其他物理学家寻找方法让虫洞保持开启状态。其中一种设想是利用奇异物质，这种物质可能具有负能量。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种物质是否真实存在。听起来，白洞和虫洞似乎注定是失败的幻想，但其中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广义相对论并不是物理学领域的唯一核心理论，量子力学则是另一位重要角色。它关注的是亚原子粒子层面的宇宙规则。然而，这两大理论彼此并不兼容。物理学家们渴望将两者统一起来，形成一种能够解释宇宙万物的理论，包括从最微小的亚原子粒子到最宏大的星系。这种尚未找到的理论被称为万有理论或量子引力理论。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候选理论是圈量子引力。根据广义相对论，时空结构无比平滑。然而，圈量子引力理论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如果用宇宙中最强大的显微镜观察时空的细节，根据圈量子引力，你会发现时空实际上由无数微小的环状结构编织而成。这些微小的环就是该理论名字中圈的来源。这些环小到难以想象，在1立方厘米空间中包含的环数量，比整个可观测宇宙中所有立方厘米的总和还要多。具体来说，其数量高达10的99次方，也就是1后面跟着99个零，其中每一个环代表着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最小结构单位。根据圈量子引力理论，每个环都有固定的存储容量。你可以将其比作一块海绵，当海绵吸满水后，多余的水会直接流开。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时空中的这些环状结构。当物质不断坠入黑洞时，越来越多的物质被压缩进环中，这些环最终会达到极限，无法容纳更多物质。此时，任何额外的物质都会被弹出去，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这就像毛毛虫蜕变成蝴蝶一样，黑洞完成了一次蜕变，变成了白洞。按照这种方式，白洞成为圈量子引力理论的一个关键预测。如果该理论被证实，那么白洞甚至可能在解释宇宙诞生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于一场名为大爆炸的事件。
能量和物质从一个极其微小的点向外迸发。那么，这个点会是一个白洞吗？会不会是之前的宇宙在自身坍缩后，将气环填满，直到达到极限，随后再次向外反弹？提出圈量子引力理论的物理学家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如果他们的理论成立，那么白洞不仅是某种晦涩难懂的宇宙现象，还是连接我们宇宙与其前身的重要桥梁，甚至可能揭示我们为何存在、为何能够提出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如果喜欢此类内容，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见。